刚好在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所发表的这些内容，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拉来参考。因为他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民主国家，它里面在这个中共中央人大的工作会议上强调说当然啦，民主还是一个所谓的全人类的一个价值。他谈到习近平是有意来完善中国一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认为他该跟西方事实上也可以来抢得这个所谓对民主解释的话语权哦。这个当然谈到最后，大家就会觉得有点混乱了。到底什么叫做是一个叫做全过程的民主？胡老师，您怎么看到他当初这样子说法？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确实，就像你刚才谈到的，中共官员自称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这简直是个笑话啊！尤其是在美国召开这个世界性的民主峰会的时候你看中共他又是发表中国民主白皮书，又是发表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如此煞有介事，如此大张旗鼓，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是不是他真的觉得他是真民主，别人都是假民主呢？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都自我标榜为民主，那习近平也是早就讲过中国是全过程民主，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不是真的你现在用这种大张旗鼓的方式讲出来，那只是这个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笑话那么这里呢，在我看来，他还不仅仅是在争夺民主的话语权，他根本就是指鹿为马。那我们谈到争夺话语权，那他总是指在某些问题上，大家还有不同的见解，比如说谈抗日战争，你到底是共产党是主导力量呢，还是国民党是主导力量那么这个有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争夺关于抗日战争的这个叙事的主动权或者话语权。可是你关于民主不民主，它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民主这个概念的它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叫它叫指鹿为马。那赵高把一头鹿领到金殿上，硬说这个是马，那并不是说赵高对马和鹿给出了不同的定义，那他就是明明是个头鹿，他就说你是匹马，他就这么解释那你现在这个民主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你今天中国的现状，一党专制，领袖个人的独裁，那政府对这个民间对人民的控制深入到每个角落。你要说它是民主，那真是一点边都不沾所以共产党他也未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就是要强迫大家接受他这种说法，强迫大家把鹿说成是马那所以这么一来呢，我就出现很多很有趣的效果。比如说我知道我有个朋友，他本来是想替共产党说好话的，他本来想说这个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民主制度也不过就是多种制度之一民主未必就是好的，那专制威权未必就是不好的。他说你看现在中共的专制威权就搞得很好嘛那持这种论调的人呢还不少，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包括台湾的药学学者也持这种论调他们知道中国是不民主的，但是说呢，说中国这种不民主，这种威权还做得很不错，比你们民主还做得好。可是我的朋友就发现呢，他本来一心一意替中共说好话，可是在中国那儿反而通不过。他把他的文章拿到中国国内去发表，那中国国内不给他发表。那道理很简单，他说你居然说我们中国不是民主，居然说我们中国是专制是威权，那不行，你必须得说我们是全过程民主那这么一来，他想替他说好都不行了。尽管中共他是希望大家都说他好话，包括海外的学者都说他好话，但是他要求你必须按照他的方式去说好话。而第一条，你就必须得承认，他这个不民主，这个反民主，反而是真的民主，反而是全过程的民主。这么一来呢，很多学者，他心里就过不去了。他可以认为，以他的研究，可以认为你中国这个制度现在有很多优越性，但是你非要说它是民主，这个实在就是脱离常识了嘛，脱离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了嘛。那我们人类能够互相交流，就在于我们能够听得懂对方的话就说明我们大家有遵循共同的语法，
遵循共同的逻辑。另外呢，也是在一些基本的词汇上，大家是同一个定义啊。那你说马就是马，鹿就是鹿，那什么是鹿，什么是马？这个是概念，它的定义，它的内涵是约定俗成的啊。你不能硬把鹿说成是马。那么你现在中国这个确实不是民主，你不管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但是它确实不是民主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你现在中国的做法呢，就是硬是要叫大家把一个不民主的说成是民主的，也就是硬要把鹿说成是马，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当然你说这种说法当然是个谎言，不过共产党那儿呢，谎言有好几种。它一般的谎言呢，就是希望别人信以为真，比如说他要说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啊，这当然是谎言，因为事实上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呢，他希望别人信以为真，以为抗日战争真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还有一类谎言，共产党的谎言，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你们真的去相信。比如说，你看中国的宪法写得清清楚楚，有言论自由，有结社自由啊。那么他是不是希望中国的人民真的相信，然后就真的去实行，真的去兑现呢？那他当然不希望。如果中国的人民真的拿着你宪法上写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去实行、去兑现，那共产党日子就不好过了呀。所以他这里说这种谎言，它是另一种谎言，他并不要你当真的相信，而且他要求你不要相信，但是呢，他同时又要求你必须在表面上表示你是相信的，就他是这么一种特殊的谎言。这种谎言其实我们生活中也不少见，比如说这个，你看俗话说的什么挂羊头卖狗肉，现在共产党搞的这个就叫挂羊头卖狗肉。那我们知道，它确实有这种情况呢。很多地方它有狗肉店，卖以狗肉作为它的主要食品，可是呢，他们都不挂狗肉的招牌，他们招牌都挂的是羊肉的招牌啊。那你说这个店老板把他的狗肉店挂个羊肉的招牌，那什么意思呢？他是骗谁呢？他是不是要骗他自己呢？那当然不是骗他自己，他当然知道我开的是狗肉店，不是羊肉店。那他是不是骗顾客呢？他也不是骗顾客，去他那儿的顾客都是冲着吃狗肉去的啊。那你说你骗谁呢？你为什么既然是个狗肉店，你也知道你是卖狗肉的，顾客也知道你是卖狗肉的，全体人都知道你是卖狗肉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挂个羊肉的招牌呢？你说你到底是在骗谁呢？你没有人可骗嘛，那你为什么还要挂个羊肉招牌？那这中间道理其实就很简单，就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呢，这个狗常常拿来骂人啊，因此吃狗肉呢就是一件很不体面、很不雅观的事儿。那么当然有些人呢是特别喜欢狗，把狗当成宠物，因此呢他们也觉得吃狗肉是种特别野蛮的事儿，特别坏的事儿。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吃狗肉是件不光彩的事儿，但是他们又喜欢吃狗肉，那怎么办呢？他就挂个羊肉招牌在那儿。这么一来呢，店老板的面子上好看了。你要说我是卖狗肉的，这说是很丢人呢。那顾客他面子上也好过了。你说你去吃狗肉，那显得你特别野蛮。那我吃的我这是羊肉店，所以呢，这个羊肉招牌就起这么一个作用。它一方面使得店老板，另一方面也使得你顾客都面子上过得去，都不至于太难堪。那就拿共产党来说，他明明是搞的是专制，中国的人民也知道他搞的是专制。但是如果共产党，你能不能说把你的专制就明明白白的写在宪法上，发表在你的人民日报上，然后在你的什么 CCTV 上，整天讲我就是专制，中国人民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权利都没有，你能不能这么讲呢？你不能这么讲，你这么讲就太丢人了，这就显得你特别狰狞，特别可恶嘛。而且你这么讲呢，那老百姓也受不了。尽管很多老百姓实际上奴性十足啊，屈从于权势，但是呢，你话不能这么明的说嘛。你如果中国领导人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说你们全国人民，你们就是没有任何权利，就由我们来主宰你们的命运，那这个人是有自尊心的动物啊，他可以忍受很多不公正的事儿，但是你给他挑明了，
他就感到很屈辱，那他就受不了了嘛，所以他就必须说得很民主，我们是全过程的民主。但其实说的人、听的人都知道你是在撒谎，但需要这么一种谎言作为一种遮掩，一方面遮掩你这统治的那种狰狞恐怖啊，同时呢，另一方面呢，也遮掩民众的那种屈辱啊，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个话他尽管这么讲的这么震天响，但是实际上他自己比谁都明白。中共政权自己很清楚，他搞的不是民主，他不是全过程的民主，而是全过程的不民主，全过程的反民主。而且他从心底里呢，他是蔑视民主的，敌视民主的。那么，如果他为什么还要打这个招牌？不过这个从反面告诉我们，其实他也知道民主是好东西，专制是坏东西。你说自己搞专制，你是很不光彩的；你说你的政权不是民主的，那是没有合法性的。也就是说，他跟骨子里他也知道民主、自由民主作为一种价值是得到普遍承认的。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倒是从反面揭示了中共统治者的他的发自内心的不自信。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应该从他这些说话中看出这个问题。